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0季第7集。圣诞节过后，商场很多装饰都撤了下来，圣诞老人们也都回到了保安生活，而那些可爱的木质麋鹿也全都被打成了粉末。不怪他们急急忙忙清除圣诞气息，因为紧接着就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了。不过全家人今天来也不是为了过节，而是来退还圣诞节礼物。看着大家都默契地选择了小猫日历，小新很不开心，因为那是他送的。不过看到上面的小猫时，他也承认不好看。这时新小妹看到了旁边的麻果专卖店，作为一名麻果忠实粉丝，想都不想就冲了。看着里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麻果单品，新小妹感觉自己好像置身天堂。然而看看价格，她的心又跌回了地面。她实在太想要一个麻果产品了，无奈没钱，就想着买一个白色耳塞，好让她能戴着在人前装逼。然而新小妹没想到，就这个她也买不起。突然阿壳的声音撞进了她的耳朵，我恨这个麻果 MP4，这么小的屏根本没法看电影。她满腹牢骚，想找人一吐为快，但周围的人全都精神灌注于眼前的电子设备，根本就没人搭理他。连续吆喝了好几声，回应他的依旧只有冰冷的键盘敲击声。这对于一个小丑来说是很难受的事。阿可连 MP4 也不想要了，直接扔给了旁边的新小妹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小姑娘开心极了，我是麻果人啦。这时广播里传出了工作人员的声音，原来是麻果首席创意师斯蒂夫·麻布斯要发表现场讲话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台下的观众全都沸腾了，毕竟麻布斯在他们心中就跟精神领袖差不多，他们以及他们的钱包都已经准备好为麻果献上一切了。正当麻布斯即将发表这次声明的主要内容时，小新连接了音响，他的话配合麻布斯的动作传达到了消费者耳中。你们都是失败者，花$500买个印有水果图案的手机，以为就很酷吗？事实上他们的成本仅有8块钱，我从你们这些傻蛋身上发大财，然后再投资到微软。现在我要和男朋友比尔盖茨在你们的钱上亲吻。听到这等言辞，把消费者们都气炸了。漫画男直接抡起锤子砸碎了大屏幕，其他人会被蒙在鼓里不假，可新小妹不会，她立刻向工作人员检举，这都是小新搞出来的，并敢质疑他们的领袖。工作人员抡起耳机就要去抓小新，但作为一个恶作剧惯犯，他又怎会轻易被抓住？甩开追兵之后，他闻到了一阵奇异的香味，那感觉就像是在地毯店做汉堡。顺着香味，他一路走到了一户人家的后院，原来有个男孩在做烤羊肉。见有人前来，他友好的问小新要不要尝尝。本着不吃白不吃的基本理念，小新尝了一口，那味道简直绝了，他都有些后悔从前不吃小羊羔了。在此相遇也是有缘，两男孩就互相介绍了自己。这位小男孩名叫小巴，是刚从约旦搬过来的。正说着，小巴的母亲突然来到了后院。面对初见的大人，小新总是能格外讨人欢心。小巴，你没跟我说过你有个姐姐呀？巴母见他嘴这么甜，就邀他留下一同晚饭。之后俩小男孩顺理成章成为了朋友。因为小巴初来乍到，小新给他讲了很多孩子间默认的约定，比如叫史金娜为史巴皮等等。除却校园人物，食堂的饭菜也值得一说。小新告诉他，除了猪排以外的东西都是垃圾。不料小巴表示，交易上规定他们永远不能吃猪肉。闻此，小新有些震惊，没想到小巴是个异教徒。他忙让小巴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要是被混混们发现你与别人不一样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混混们突然就出现在了这里。他们显然已经听到了谈话，抡起拳头就要教训这新来的。小新就想着，也许说明小巴的身份能吓退他们。等至混混们知道他是穆斯林后，情绪更激动了。为了朋友，小新再次勇敢上前。每个人都不同，你们也有不同的信仰啊！你信基督，你是犹太人，你家一开始信巫术。这下好了，矛盾转移到了他们内部。趁着大乱斗，小新带着朋友赶紧跑路了。操场玩耍的时候，新小妹独自一人待在树下，这引起了双胞胎姐妹的不满，都不和他们聊天，算什么最好的朋友？然而当看到麻果 MP4 后，两人立刻断了绝交的念头。在看了一集养养鼠和抓抓猫后，3个小姑娘的感情又和好如初了。果然，动画片才是孩子们培养感情的源泉。这天，辛爸发现了小巴的存在，眼镜仔看起来不错，戴了隐形眼镜，还换了肤色。小新无语极了，告诉老爸这是自己的新朋友。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门铃声，巴特忘了这个先生。被人如此尊称，辛爸有些飘飘然。再加上小巴也学到了小新那招，称辛爸是小新的哥哥，简直让辛爸乐得合不拢嘴。辛爸的朋友们知道了小新的新朋友后，却显得十分抵触，还老是阴阳怪气。辛爸刚开始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认为小巴是个很棒的小孩子。然而当看到电视剧里的穆斯林就是个坏蛋时，这货也动摇了。再加上莱尼和卡尔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辛爸也开始觉得这家人确实有问题了。他们让辛爸邀请小巴一起做客，然后在丰盛的晚餐中揭开他们对美国的阴谋。辛爸听从了朋友们的意见，当晚就邀请了小巴一家来吃晚餐。辛妈还很诧异，直夸丈夫是个开明的家长，她自然不怕心里那些花花肠子。晚餐中，当巴父谈起与爱人相识在约旦科技大学时，辛爸立刻接过话茬，说自己前几天就看过一篇文章，内容是科学用于做炸药。他这话一出口，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起来。辛爸也不在意，转身就端出了国旗蛋糕，还想让巴父来切。这种有些侮辱美国国旗的事，巴父
父拒绝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想尝尝自由的味道吗？听到老爸这话，小新再也无法忍受了。老爸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你不能因为他们和我们宗教不同、文化不同，还有姓本拉登就吓唬他们啊！看样子这饭也没法好好吃了，小巴一家就此告辞了。没想到辛爸摆的是鸿门宴，辛妈也生气了，立刻让丈夫去小巴家道歉。面对盛怒之下的妻子，辛爸屈服了。驱车来到小巴家门前时，旁边车库的灯突然亮了，辛爸就透过窗户往里张望。好家伙，没想到竟看到巴父手持炸药，这幅场景更让辛爸肯定他们就是恐怖分子。吓得他只想悄悄离开，不料回头就踢倒了垃圾桶，还引起了连锁反应，旁边的东西也跟着乒乒乓乓倒了一地。一回到家，他就将这惊天秘密告诉了妻子。然而辛妈并不相信他的话，只说他肯定看错后就睡觉了。辛爸没办法，只得乖乖睡觉。在梦中，他乘坐着一张会飞的毯子，正享受着飞翔的感觉，突然身旁冒出了一盏神灯，摩擦之后竟然飘出来了一只精灵。见自己恢复自由，他说要毁掉这西方世界，然后他就将教堂变成了印度的建筑，还将牧师也变了模样，接着又给混混和普通民众也改头换面了。看着他如此恶搞，辛爸大受刺激，回到了现实。这个梦使我相信这个威胁是真的。这天，辛小妹正在家里听音乐，突然收到了麻果公司寄来的快递。她本以为是麻果给自己的礼物，没想到打开包装是她的第一份账单。看到$1200这个数字后，辛小妹惊呆了。但我只下了1212首歌啊！可怜的小姑娘就这样晕倒在了纷飞的账单中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推错，辛爸又一次溜到了小巴家门外。此时巴父要去上班，正与妻子告别。有时候我真希望你辞了那份可怕的工作，但是我喜欢炸毁房屋。听到此处，辛爸吓得直哆嗦。然而他没有听到巴父又补充了一句安全又合法。接着他又听到了巴父说，这次爆破后我就会有个像样点的地方了。等到巴父走后，辛爸按响了门铃，光是听到谈话他还不确定，又想要去小巴家里一探究竟。虽然巴母十分不愿意让这家伙进门，可辛爸是谁呀？只要他想就没有做不到的。在启用了超级无敌厚脸皮这项技能后，他成功进去了。套话套不出来，他就借口魔性人将去打探秘密，没想到还真就让他发现了一台电脑。一番操作之后，他看到了春田商场的平面图以及建筑旁边的烈性炸药。得到这个信息之后，辛爸也就没再停留，赶忙驱车来到了春田商场，将这附近所有的人都叫走以后，他猛然间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正将手放在了爆破器上。此时的小新正对小巴表示羡慕，你爸爸可以炸掉房子，而且还有钱拿。是啊，因为我是名计算工程师，每一个计算都是为了确保爆炸的安全。他们正聊着，辛爸突然冲到了爆破现场，他越过层层阻碍，抱走了房间内埋藏的炸药，然后一鼓作气把他们扔进了旁边的河里。爆破器被炸药拖着撞上了围墙，然后就引爆了。好巧不巧，那些炸药刚好把河里的一座桥给炸断了。对于老爸的举动，小新都无语了。那是个空房子，本来就应该被炸掉。那座桥呢？本来明天就可以通行。辛爸还想狡辩，说是没有那座桥也问题不大。然而当知道这是供给啤酒厂的桥，又见有几辆货车已经开进了水里，辛爸这才知道酿成大祸，泡进河里救啤酒去了。现在两家人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吃顿饭了。就是辛妈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，当然面对那巨额账单，她怎么可能当没事人？辛小妹来到了麻果海底总部，找到了麻布斯，她将账单的事告诉给了这位首席创意师，希望他能考虑一下缩减付款的计划。看着这眼泪哗哗的小姑娘，麻布斯还是心软了，问她愿不愿意为麻果工作。辛小妹一听，简直是求之不得，没想到结果就只是穿成吉祥物在街边发传单。因为信仰文化的不同，因为群体中少数的极端分子，便先入为主定义了一整个种群。这样的想法是偏激且狭隘的。其实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有极少数邪恶之流，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群体。就像是动漫中的小巴一家，虽说是穆斯林，却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普通人。再说辛爸，他弄出的那场闹剧也不仅源自自身偏听偏信，也有其他人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。他们的声音很能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观点，明明从未接触就轻易给别人扣帽子。他们不知仅仅是几句流言蜚语就能给别人造成巨大困扰，还是希望人们能多从自身的感受出发，别轻易被洗脑，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能接纳更多不同的灿烂文化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